就是说我遇到了今生挚爱，然后我回家跟我老公说我要跟你离婚，但我不告诉他为什么。对呀，那肯定是这样，那肯定是这样。告不告诉都是以后的事儿，就是要不要离婚。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婚姻不是。李生老师，我觉得面对婚姻也好，面对人性好，面对社会也好，一个真实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如果碰到了那个概率特别低、特别的精神挚爱的时候，他如果不真实的面对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扭曲的事情。哪怕你的操作功能、管理功能再强大，你心里扭曲的时候，这个对婚姻有点亵渎，因为你曾经爱过那个人。一个真实和一个爱对我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支撑我要离的。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太少了，能碰到精神挚爱的概率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了，哪怕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还会坚持那种飞蛾扑火的上去。爱情把两个成年的人放到一起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把这个爱情给你们俩放到一起，你转换成亲情也好、家庭也好、责任也好，那是一个成熟人、一个文明人你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这么难能可贵的精神挚爱的话，用一个人性的态度，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用一个成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我们不说了，让给你们说。自从这个我亲爱的小小走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是你这个小小啊，是我们可爱的松松走了以后，我们准备代替你们马小康发扬光大啊，红遍全宇宙。加油！你保持这个姿势，保持这个姿势。哎，你胖了呀？不好玩了，一点都不好玩。什么情况？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3位新咖。说3位新咖，其实中间也真的是有老人，对不对？比如坐在中间的陈明老师，不灵不灵不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第一季来踢馆，结果被踢回去了。哎，但是陈明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是来自武大的一位辩手，所以这就是著名的第一季武大辩。这个名字。武大郎。然后坐在他左手边的是，你是不是带错牌了？徐静蕾啊。真的，我户口上就是这个名字。真名啊？真的叫徐静蕾。我只能说你是叫徐静蕾的人里面长得最像范冰冰的。是吗？江湖上都这么说。范冰冰马上就要被我范甜甜取代了，你知道吗？范冰冰会被范甜甜取代吗？到时候在时代广场上，美国就是范冰冰 out， 范甜甜 in。掌声鼓励，谢谢大家。你站着把这个姿势再摆一遍。我不要，你要说我胖。好，坐在陈明右手边的王蒙。这是我们3位新咖，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辩题。我是范范，34岁，
结婚已经7年，现在很痒。这是我老公，相亲认识，半年后结婚，经济适用男，国企单位，钛合金饭碗，其实不错。每天我们按时出门，按时回家吃饭。他打游戏，我看韩剧，每月1次电影，每年1次旅行，逢年过节才会有，一切就像完成作业。你说吵架，上次吵架已经是2年前了。生活除了简单平淡，就是单调乏味。你说感情，肯定是有感情的，但早已经不是爱情。我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了，直到我遇见了他。我们像磁场一样强烈的互相吸引，他的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每次分开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见。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的快乐都漂浮在空气里。如果错过他，我想我的后半生都将活在失去和痛苦的遗憾中。可是我的老公也并没有错，我们结婚时的誓言还历历在目，7年生活中的回忆和感情也无法抹去。孩子、父母、朋友，我又将如何面对？我的心像被2个人撕扯着，每天都活在纠结和罪恶感的折磨之中。你们说，遇到了今生挚爱，我要不要离婚？ Hello，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甜甜。啊，大家好，我是马薇薇。老子想吐。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第2季的，对，第1次合体。啊，真是不知道哪支组合有这样的荣幸跟我们对上，真是替他们害怕的慌。今天是马薇第1次上，好像这一季里面，他的火应该积攒很长时间，就发泄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是第1天上的，是我的身上。陈明是我在辩论圈最熟的男人，因为我们1个月总要见上几次。他做我的女人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他一直非常的熟悉。好吗？马薇呢，交给我就。那你就只有搞潇潇了。那我就潇潇，因为你跟潇潇就比一点，比美。你知不知道，之前其实有很多人说你跟范甜甜很像的。啊？不会吧？不是，无论从外貌还是身段，还是各种方式，都没有一个地方像。我范甜甜，一直有人模仿，被承认，被超越。题目出来了，结婚后遇到今生挚爱，要不要离婚？我觉得这个题目真是出得太好了。大 S， 你觉得呢？我觉得要看情况。如果是像刚刚影片中那个女生，她觉得跟她老公之间已经很没有情绪了，然后这个时候遇到一个男生，她觉得好像比较有情绪，所以觉得误会这个男生好像他比较爱她，而跟这个老公讨论要离婚的话，我觉得这不应该。不是很多婚姻都是没有那么有情绪的吗？我自己是很有情绪，所以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情况。你不要装的好像是对，没有。我觉得如果是像麦迪逊之桥那种，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就是也是好好的。它是被翻译成叫做廊桥遗梦，廊桥遗梦。对，然后你也不是年华老去了，然后你也不是那一个正妹，可是你却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 soulmate，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2个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契合，然后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有那种很难分难舍的那种火花。我觉得那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你是说你准备过几年再经历这种考验是吗？是的啊，对你一定要猜上我就对了。我觉得如果是遇到灵魂伴侣那种 soulmate 的话，就是有可能。应该要离婚。OK， 但是你知道这个题目特别残忍哈，就是他不给你时间条件，当时当下你遇到了今生挚爱。可是我老公会看这个节目，所以我只好把它说成你遇到了今生挚爱。就是如果我现在就遇到的话，我就是疯狂爱上他，我会跟我老公说的。哇，不，你又在拆题。他问的是要不要离婚，因为你跟你老公说也可以离和不离啊，而是你跟你老公说的时候，到底说的是我遇到了今生挚爱，咱俩怎么办？那这是一种问题。第2个是你跟你老公直接就说，哎，那个刚才我出去买菜，顺便拿了一张离婚登记单，我叫你填一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遇到了今生挚爱，然后我回家跟我老公说我要跟你离婚，但我不告诉他为什么。对呀，那肯定是这样，那肯定是这样。告不告诉都是以后的事儿，就是要不要离婚？那我觉得应该是要。你
高兴了吧？你高兴了吧？你就知道味道这个答案。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啊！全场观众今天都赢了，好，你们3个被淘汰，再见。大 S 选择遇到今生挚爱要离婚，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今生挚爱到底是谁的问题。一定会，我觉得我今生挚爱应该就是我老公啊。那就不存在要不要离婚的问题。为了今生挚爱离婚，就一定不是汪小菲同志。可是我人还活着，我怎么知道转一转就给套进去了，会不会遇到呢？下套了在这儿。没关系，会遇到的。谢谢。你知道这个节目已经拆散了多少对儿了吗？拆弹专家。好，那就是其实大 S 选择的是正方要离，也就是你们这一方，是吧？好，我们来听一听2位，这个还是请金姐来先选。我先说啊，如果刚才看的那个片子上那个女孩啊，那就不是挚爱，她只是缺少一点。对，她就是逢年过节才，她就缺那口了。对，完了，老公有半年都没有舌吻了，完也不碰她了，所以说她缺少那一口，那不叫挚爱，那叫。我觉得刚才表演的不准确，别忘了咱们这个标题看清楚了。对，结婚后遇到后面这4个字特别重要，今生挚爱，这4个字就决定了你的判断。所以说咱们别混淆概念啊，要不要离婚？如果是碰到今生挚爱的话，我赞成离婚。要离的，要离。好，对了，好，那金姐帮我们解释一下今生挚爱。我给你解释是什么样的人？咱们说别人没用的。姐姐我嘛，就我哈，生了个桃花眼。在我嫁给我老公之前，我绝对是那种，咱不是水性杨花吧，风情万种，对吧？那就是水性杨花。没有，咱杨花但不水性。然后呢，有的男人追你，但我可以选择跟哪个，我同时可以跟5个男人约会。太棒，好棒！但是他们都放在一个距离上。我曾经有过一次，我把他们约到了我一个 party 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跟那个5个男人都在约会，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你工作做得好，那当然没这本事，能这是个电影题材呀，这很危险啊！姐混过啊？没混，我能走今天吗，亲爱的？你们这个 party 一共就6个人吧？没有，party 有50多个人。但是当我碰到我先生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到外边吧，就是不会放电了。当你在结婚当中，你还能碰到你的挚爱的话，这一定是双方原因，因为你缺点东西，你不满足，你有一扇窗是打开的，这扇窗是可以很多信息、味道、眼神都允许他进来的，你会有下意识的反应，哎呀，他才是我的 soul mate， 他才是我的挚爱。如果你那扇窗已经关上了，那个挚爱的机会率很低的。不会有的，所以你不会产生挚爱。所以我觉得这个4个字决定了你的态度，今生挚爱。所以就是，如果婚姻美满，就不存在今生挚爱的前提。对了，婚姻没那么满足，就有了今生挚爱的缺口。然后你碰到他了，就选择离婚。那对呀，要碰到他，那我这个婚不满足，我干什么呢？所以我就当时当刻对。遇到今生挚爱，那我还离婚？如果碰到挚爱的话，我还是要离的。还是要离的。对。他们2位都做了非常理性明智的选择，然后康永哥从来不做这种选择啊，这个因为你老是把别人不要的留给我呀。来，康永哥来送给您啊，这个您就是选择无论怎么样都不要离的那边啊。来，您请来。好，请简单陈述您的立场。我的立场。婚姻跟爱情是2码子事，所以遇到今生挚爱跟要不要离婚根本就没有关系。就离婚有别的原因，不是建立在遇不遇到今生挚爱之上。所以呢，你们说要离婚的那些人呐，有本事等一下就给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好，这个双方立场已经表明，我们请现场观众用按键器来做出您的选择。每一位都面临灵魂的考验，在没想到来奇葩说参加一次录像，遇到了你右手边的今生挚爱。要不要离婚？请选择。第1阶段，新老奇葩对决大逃杀，共6场对决。本赛段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参与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新老奇葩2队每场各派出3人上场对战，同时观众使用啪啪钮为喜欢的持方投票，红正蓝反，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的跑票数量决定。
5、4、3、2、1。要离有60%，不要离有40%。来，反方先开始，你们的立场是不要离。徐静蕾。在我开始我的辩题之前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这个组，然后向3位前辈鞠个躬。非常荣幸今天跟3位阿姨，然后在这里对垒。听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一般人都可能会从婚姻的角度来聊。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这个婚后这个今生挚爱的角度。其实我不太想说我的这段经历，但是我今天呢在奇葩说的这个舞台上，我呢就决定拼了。当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我相信所有女孩都有过这段经历。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的男上司就跟陈明老师一样，特别的完美。然后呢，不要再讲下去了，我有点紧张。然后我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我说你右手边会遇到今生挚爱，你看，对吧 ？OK。那个男人呢，然后也说的，我也是他的今生挚爱。然后我们2个呢，也经常进行精神上的沟通，然后各方面都特别和谐。就这样，应该算是婚外恋吧。经常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和各方面都非常和谐，很矛盾，好像有点就你说全面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会写一些邮件呀，然后沟通各自的想法跟价值观呀、世界观之类的。我认为可能对我这种年轻人，他有一个指引的作用，我觉得特别好。他是有妇之夫。对，他有妇之夫，而且他已经有孩子了。这段婚外恋大概持续了1年多，然后有一天他的老婆找到我，他说：“徐静蕾，我要跟你聊聊。”然后就抱着孩子，对，然后就抱着孩子来我们家，就痛说革命家史，就当时怎么着，这些东西我都具体不说了，大家看电视剧就能看到。但是我发现他的老婆跟我的气质跟形象特别的像，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他不是特别的爱我，他只是想逃脱他婚姻的牢笼。这就好比一个人跳到了河里，他急着上岸，他急着要抓住一个木板，但是他不会在乎这个木板是哪块儿。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就是他逃脱婚姻牢笼的那个木板。后来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我毫无避讳，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就会想，这个男人为了我净身出户、众叛亲离，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应该如何对待他，我才能对得起他这份爱情？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承担不起这么有压力的爱情。所以说，但凡跟我同龄的女孩遇到这么有压力的感情，我就想说，就跟马东老师的眼袋一样，该割就割了吧。看，把你给带进去。对。然后最后我跟那个男人摊牌，我说大哥，我说我确实特别爱你，我也知道你也是真爱我，但是你不要离婚，我请求你 stop， 不要离婚，因为我承担不起。所以说，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与其跟他在一起，不如保持一段距离，也许是对他最好的选择。谢谢。徐静蕾基本还是讲的是一个自己的故事，谢谢啊。首先谢谢，我觉得在奇葩说现场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是一种非常勇敢的一种表达，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所以这是一种对节目或者说是对所在的这个场所能够畅所欲言，或者能够直抒胸怀的一种信任。刚才他到64票，现在回到63票，因为他一直没说自己的结论。其实他的结论就是，不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不要离不要离，是吧？我其实听刚刚这故事听糊涂了啊，我不是不欣赏他的勇气，我是听不出那个当中是今生挚爱这件事情啊，听起来不是今生挚爱，对我听起来也不像啊，是一个跳板啊，它就是众多木板中的一块嘛，对啊，那就不是今生挚爱啊，那是今生重爱中间的一爱嘛，对啊。昌哥，你是我们这边的，我是你们这边的吗？对啊，你怎么了？你冷静一下好吗？康永哥，你没事吧？你什么立场？请你爱你所爱，无怨无悔，好不好？这个小宇宙我们老是自己就爆发出来，真是。这个正方。我今年39岁到至今未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碰到我的今生挚爱，所以我觉得非常幼稚，怎么会在没有碰到今生挚爱的情况下会结婚？
而且你们现在还要动摇，会考虑我碰到今生挚爱之后，我要不要离婚？说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你的今生挚爱，就这么简单。碰到之后你怎么样？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范甜甜为啥可以去死？为啥可以去残？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一事情。温莎公主为了她的女的，把整个国家都给放弃了。爱情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今生挚爱？是你这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婚姻很容易，可是碰到一生挚爱的概率比天上掉流星砸中了还难。我告诉你好吗？为什么？30几岁了还没碰到呢？你恐怕不会被砸到了。有人穷尽一生，就是没有寻找到一生的挚爱。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婚姻没什么问题，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说一句死了死了死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时候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肯定大家会用这个道德标准来衡量我。可是我告诉你，等到今生挚爱碰到的时候，我就跪在我老公面前，我求他原谅我。我求他给我一次机会去追求我的今生挚爱吧！我求求你，我错了，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追求我的今生挚爱，求求你放过我一马吧！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过得下去吗？同理可证，如果今天是我老公碰到了他的今生挚爱，他只要跟我范甜甜说：“甜甜，我碰到我的一生挚爱了，你走吧。”你就去吧，真的，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碰到今生挚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都有机会碰到的，不然你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上帝给我一次机会，问是我的今生挚爱去死，还是我去死的话，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把他留下，让我去死吧，我可以愿意对他做任何一件事情。离婚那只是一件小事。我的今生挚爱，你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替范甜甜感到真的很委屈啊！你在《奇葩说》第1季，每一集都掏心剖腹，把你的这整个性格都端在台面上，结果你的今生挚爱就还没有看见，这实在，我们为你在做第2季，要是他还没有出现的，你只好被流星砸了你。没有，我觉得我已经很难碰到，因为这些人他的家庭很多人已经在电视上知道了我几乎所有的事情了，已经。OK。所以越了解一个人，对他的探索感可能会更差。但是我告诉你，我可是挖不完的深井，值得你一生去挖掘。哇，深井啊！我很欣赏深井这个词。我是你一生都挖不完的神井啊！你知道吗？你不参加奇葩说，你真的有可能遇到今生挚爱，被你吓跑了。好吧，王蒙。刚刚甜甜姐说遇到今生挚爱不离婚是臭不要脸，我跟你感觉完全相反，两码事。我觉得遇到挚爱要离婚才是臭不要脸，为什么呢？在座都是90后，可能体会不到。你刚刚说老公，求你放过我，我要跟我儿子去找我的挚爱，那是因为你没有挚爱，你才有这种感觉。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什么呢？今年是我爸出轨的第10周年，是出轨不是出柜啊，各位听清楚了。我爸当时是爱上一个女孩，就比我大3岁。他说：“老婆，我外面爱上一个女孩，特美，我就爱得不行了，我没有她我浑身难受，你放过我吧。”他觉得他要为他的挚爱去追求，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她把那个女人当今生挚爱，我妈也把我爸当今生挚爱。你为了挚爱你要去追求，为什么我妈不能为了挚爱去挽留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漂亮，漂亮。还有，你以为我现在变成这是因为我天生的吗？其实甜甜姐，我看过你之前的辩论，你说你爸特别爱你。我最羡慕的事情不是男人有多爱女人，我这一生不缺男人爱我，尤其是小鲜肉，我缺就是家庭的和睦。我是湖北人，为什么去新疆？因为我前男友在新疆，我跟他谈了8年。当时我说为了爱去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逃离我那个家。我妈每天在家里跟我爸吵这些事，我听着我就烦。我妈天天哭，我爸天天闹，我真的心很累，你懂吗？我妈从一个鲜嫩多汁的少女，被我爸催成现在的黄脸婆；我爸从一个愣头青，被我妈调节现在人模狗样的。都说女人是所大学，你大学没读完，你想转校，钱交够了吗你？啊？凭什么呀？你把婚内出轨扣上今生挚爱这顶帽子，说这么清新脱俗，你还真臭不要脸，好吗？谢谢。好，现在
到46了啊，到46了，倒过来了。哇，到46不止啊，向到37靠近。人家能，我就不信能到28。挨着你，我也不。潇潇，你面临的是22比78。OK， 你知道吗？他又讲了一个跟今生挚爱没多大关系，跟我们辩题没多大关系的故事。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离婚吗？因为我不想偷情。这就是我跟你爸最主要的区别。我们今天的辩题是：你遇上今生挚爱，你要不要离婚？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高啊？性格不合，不合。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说我老公3年没碰我了，这个时候你要劝他离婚吗？你会劝他离婚。仅仅是1秒的快感，他没有达到，你都会觉得这婚该离。而我遇到了我的今生挚爱，我的灵魂在撞击，你却告诉我不准我离婚，凭什么？我知道，今天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婚，我一定会被扣上渣男的帽子，但是我用渣男最后一点点的人性，保持对我婚姻的忠诚。对你的诚实，对我的诚实，我没有违法，我没有偷情，偷情才是婚内出轨。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真正遇到了你的今生挚爱，鬼知道今生挚爱是什么？我可能遇到鬼，我都不一定能遇到我的今生挚爱。真的，你们懂吗？对呀。这个概率大一些。我用我最后一点人性放你一条生路，同时也希望你爸爸、你妈妈能放彼此一条活路。谢谢。这些老选手其实，在第1季《奇葩说》里也分享了自己好多故事，然后新选手也分享了自己好多故事。但是你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尤其甚至是自己父母的故事的时候，你的辩论对手会拿这个故事来反噬其身。就会打到你，但那种打，说实话，在辩论的技巧之外，有一种情感的撞击。我很钦佩用自己的故事去说服对方的人，我也请任何一个对方在考虑别人用亲身故事来加入辩论的时候，要换位一下，想一想每一句话砸到地上，会不会真的给水泥地都砸出一个坑来，好不好？来，陈明老师。好。听到这里呢，其实我对对方的观点，我是表示有一点点同情。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同情？因为其实我有2个小小的问题，我必须要指出来，可能你们犯了一点小小的偏差。第一个是关于爱情这件事情的认知，第二是关于婚姻这件事情的认知有重大的误解。我们听一下，刚才甜甜有讲，她30多年了都没有遇到她心目中那个爱情，那个挚爱。潇潇刚才有讲，我连遇到鬼的有可能我都碰不到我的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俩刚才所说的今生挚爱，全部是从韩剧里来的，从琼瑶小说里来的，不是从生活中来的。天雷勾地火，一碰就可以为他去死，为他去牺牲真心的，你说的没错。可是你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吗？我说的也没有用，你说的也没有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其实都给不出答案，医学给出了答案。当某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大脑皮层当中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种物质分泌完了之后，人会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微红、额头微汗、呼吸急促，并有短暂的眩晕感这一系列爱情的临床表现。这就是爱情。还会有别的变化吗？初期是这样。当你有以上表现的时候，那个叫 fall in love， 你爱上 somebody 了。请注意，科学告诉我们，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对象会引起我们多巴胺的分泌。对任何一个正常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经常有多个人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其中某一个让我们多巴胺分泌的超厉害，控制不住会抖起来，我们会称之为人生挚爱。That's it， 不是天雷勾地火，你知道吗？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10几岁的时候，一个10几岁的女生在初中的时候会觉得，哦天哪，那些坏男孩长发就是我的挚爱。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打球的侧脸好帅，我的挚爱。大学的一个男生吉他弹得好好，歌唱得好好，挚爱。高晓松，马东老师，请注意，我刚才还是提了一下侧脸。这个画面太破坏了。我还是提了一下侧脸的。高晓松老师可能侧脸。高晓松没有侧脸，高晓松全是大脸。高晓松没有侧脸，没有侧脸。高晓松老师可能侧脸，没有侧脸，没有侧脸，全是大脸。
从任何一个方向看都是大脸。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会让我们坚定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认为，天哪！可是10年之后，你再回首那个人生挚爱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呵呵。如果结完婚之后，每看到一个人生挚爱，我就要离婚，不好意思，你的人生就是接离接离接离的未来旅程。这是一个可预见的旅程，这是科学给我们的结论。这是第一件事情，对方的误解。第二件事情有更大的误解是婚姻。对方刚才所有的陈词都在讲爱情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然后对方就说婚姻就是一点点的小事，对吗？我结婚了，我从来不认为婚姻是一点点的小事，婚姻是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承诺，没有之一，没有之一。爱情的力量确实容易让人着魔，容易让人伟大，可是那是源自于你内心感性的力量。可是人总还有一个更高阶一点的价值吧，人总还有一份理性的控制吧。我们在教堂里是怎么说的？无论他贫穷或是富有，无论他健康或是生病，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情况，我愿意跟这个人不离不弃，相守一生。当初说过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吗？未来我们人生中可能出现了1、2个挚爱，我就告诉你，我求求你了，给我自由吧，让我去追求吧。就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看对方这个辩题，我结了婚，我遇到了人生挚爱，我就要去离婚。对，所有的主语都是我，对方最大的问题就是2个字，自私啊。在所有对方考虑的问题当中，没有其他人，对方没有考虑那个挚爱的感受，对方没有考虑那个婚姻当中那个妈妈的感受。我今天遇上了挚爱，我就要离婚，你怎么想？我不 care。是的，所有的物种自私都是一种先天的本能，我们都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可是那是猴子都知道的事情。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不是有在自私的这个价值以上，比如说无私，比如说奉献，比如说责任，比如说担当这些情感呢？我今天不认为对方的选择是错的。甜甜，如果你结婚之后遇到人生挚爱，想追你就去追吧。我们今天不是要证明你错我对，我今天只想说，你可能的观点比较 low， 而我们比较 high。你的观点是感性的，而我们是理性的。漂亮，这是我们的区别。所以，如果你要追求，请你去追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承担责任会让你享受到一种更高阶的幸福。就这样。好棒！好，马薇薇最后。在奇葩说的舞台上，我是唯一没有故事的女阿姨。哎，等等，我还是男阿姨呢，还是胖阿姨呢。太记仇了，我不打算跟你们说任何故事。同时，在辩论圈我就是唯一没有文化的女辩手，所以我不打算给你们普及任何科学常识。可是我们用人类的常识想一想，刚才陈明讲的爱情是爱情吗？不，它是爱情的表现。他说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心跳、发热、出汗。你来大姨妈了？等等，发现了没有？哥们儿昨天晚上刮伤腿，打了一针破伤风之后，也是这个感受。我是爱上破伤风了吗？所以，爱情的表现不等于爱情，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 好，你说分泌多巴胺就等于爱情吗？大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懂生物的，你知道吗？人维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不仅可以减脂，马老师，同时也可以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所以你跑个步。跑步机就是你今生挚爱了 ，I love you， Me too。怎么可能？你对爱情的解读不正确。对，没有任何科学、哲学能够解释爱情本身，所以才有文学去歌颂这种不能解释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要争定义，就假设我遇到了他。OK， 你甚至可以推极端，你遇到了，让我遇到了好几次。好。那又怎么样？你说我们自私？不，我遇到今生挚爱的时候，我愿意离婚，恰是无私。为什么？因为我会考虑到我婚姻中那个伴侣、我的孩子的感受。你知道吗？一个割舍了自己今生挚爱的人，会怎样对他的老婆孩子？他会觉得他的老婆孩子欠了他一生。明白吗？他老婆做饭不好吃，他会想，我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你给我吃西红柿炒鸡蛋，你明白吗？当他的
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他会想：我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你居然只考60分，你知道吗？他会觉得他整个家庭都欠他的，所以他就算是个文明人，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永远沉浸在这种要么是可怜的萌萌他爸爸的那种热暴力之中，要么就会沉浸在一个失意男人的冷暴力之中。刚才我们谈到廊桥遗梦，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我非常庆幸那个遇到今生挚爱的家庭主妇的老公死得早，她老公先死了，她也的确没有跟那个摄影师走，但她在最后，她让她的孩子去把自己的骨灰和这个男人4天的记忆、照片、纪念品撒在了他们相遇的麦迪逊桥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她老公还活着，她心里什么感觉？我陪了你一辈子，最后我比不过一座桥。你说你对我尽责任？不，你用你的责任判了一个无辜的我无期徒刑。所以，如果我的婚内伴侣，假设我有的话，他遇到他的今生挚爱，我会跟他说：世界那么大，你给老娘滚出去看看。双方各还有1次发言机会，3分钟，都只有1次。我从我开始，薇薇姐，您刚才的这个言论我听清楚了，就是如果男方没有跟这个婚后挚爱在一起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怨恨跟自己的所有的不平的一些情绪都发泄到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儿女身上，给他们造成伤害，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说，这个有点太极端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么极端的例子。大家想一想，对于一个在婚姻当中的女人跟孩子来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伤害？就是说我中年以后，我希望我的家庭稳定，然后我希望我老来有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离开我，我岁数很大了，我还要解决什么离婚呀、财产呀、孩子呀，然后我的孩子也没有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成长，也没有很和谐的一个环境，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总结一下，我就想说，你不爱我不是伤害，你离婚才是伤害。蕾蕾，你低估了女人，也低估了我们这些30多岁的老阿姨。对一个人来说，比爱情更重要的，比婚姻更重要的，这个东西叫做自尊。你明白吗？我刚才所讲的屈辱，我刚才所讲的不甘，我刚才所讲的冷暴力，并不是说我的老公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之后，他会天天在家拿鞭子抽我，不会，警察会抓他的。明白吗？是他在没有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要对我尽责。一个女人失去老公之后就会去死吗？一个女人难道不能在失去老公之后养育她自己的孩子吗？你刚才描述的是什么？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离开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另外所有的人的人生都会毁灭。不，每个人都是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家庭，必须以爱为纽带，而不是法律条文。马薇其实刚才前面一轮发言当中啊，其实是有漏洞的，但是蕾蕾没有抓到，那个特别可惜。恰恰你给了他一个自圆其说的机会，因为他又站起来，好像是回答你，其实是把自己给补圆了。这个机会太可惜了啊！来，我们现在听听两位团长的总结陈词。当然了，我们一直是非常照顾康永老师，所以您先说。
它会转变为信任与依赖，它就是不会一直是当初的那个爱情。廊桥遗梦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多人，包括金星老师，包括大 S 为之打动？因为他没有变成下一个婚姻。如果他跟着那个摄影师走了，变成下一个婚姻，那个今生挚爱会变成一个丑陋的、尴尬的、冰箱里的、罐头里的故事。金星老师，我觉得面对婚姻也好，面对人性好，面对社会好，一个真实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如果碰到了那个概率特别低、特别的今生挚爱的时候，他如果不真实的面对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扭曲的事情。哪怕你的操作功能、管理功能再强大，你心里扭曲的时候，这个对婚姻有点亵渎，因为你曾经爱过那个人。一个真实和一个爱对我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支撑我要离的。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太少了，能碰到今生挚爱的概率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了，哪怕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还会坚持那种飞蛾扑火的上去。爱情把两个成年的人放到一起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把这个爱情给你们俩放到一起，你转换成亲情也好，家庭也好，责任也好，那是一个成熟人、一个文明人你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这么难能可贵的今生挚爱的话，用一个人性的态度，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用一个成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请我们的观众来做出你们最后案件的选择。我给大家一点时间，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听听大 S 对两方的评判。我这么说吧，咱们不讨论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也许在很多地方都对，但就是在辩论现场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在辩论现场没有任何东西是越辩越明的。恰恰也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大 S 和我们网上的所有网友，不要拿辩论赛当成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它恰恰是一个换角度思维问题的一个过程，最终不会有真理。大家不要那么较真儿，尤其不要受到这些位话语密度、情感力量巨大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辩手的蛊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请大 S 说说双方的辩论技巧如何，好吧？辩论技巧，我觉得能够提出生理反应这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很强。因为爱情啊，还有这个主题啊，确实是无法越辩越明。可是他可以想到一个立足点，然后把它具体化。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强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认为，当陈明开始挑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占到优势，因为这个东西对方其实怎么反击都没有用，要么你就占先机，你先说。你说到他怎么说都没用，但是让陈明第三个发言还是抓到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啊还是蛮厉害，是吧？好，也谢谢大 S。获胜结束了啊！获胜。参加辩论太少啊，没看到反方反击的力量，有吗？来吧，哪位开始？哇！我们这边对手非常高兴，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都对。好了，你赢了。我还是老习惯看着薇薇姐说吧。攻击我方主要战斗力。你眼里有我吗你？相知相爱呢？不相知怎么相爱？对不对？你才是认识一个人，是我知道你的生日，我知道你的血型，我就知道你吗？并不是，其实一会儿都告诉你。其实常常最能体现一个人是谁的属性是不可以测量的。我知道你的体重、身高、你的长相，你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平面的。我只有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历史，你在我心里才是立体的。大概你招了吧，就是这个。哎，我们这边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对，我们太没有立场了，我们。可能你会说你不用爱我的过去，你就爱我的现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为什么会跟我分享你的童年？你会跟我讲你小学、中学、大学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因为那是你的一部分，那是你的过去。你希望我知道你的过去，你可能会说，那我不希望你知道我的恋爱史。可能我跟你说的时候，你会心酸，你会吃醋，但是没有关系。也许你跟我说一段恋情的时候，你会红着眼，我会很眼红，但是那段感情影响了现在的你，那段感情造就了现在的你。也许你会说，过去的你不代表现在的你。你会说，比如说像刚刚艾丽说的，可能过去你有很多恋情，你过去很糟，你现在不糟了。我没有。我们都很纯洁啊！我过去很糟，我现在不糟了。那我跟你说我不糟，你就信了吗？其实你想知道，我是通过什么事情变不糟了？我是怎么从一个恋情里面改变我自己？我怎么成长了？就像打个比方，微微，我喜欢你。马薇薇，老贾，你不要干扰，你不要用你的表情去打断你让他说完啊！你说那什么公开调情吗？对啊，对不对？这根本公开调情嘛，对不对？继续，樊野。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好。然后我说我们相爱吧。你可能会说，哎，那你之前喜欢的款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跟你分析了我上一段恋情是怎么一回事，你可能就会理解我，你可能会接纳我，你可能会更爱我。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前任，他刚认识的时候有个怪毛病，他不让我碰他脖子，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碰，所以在一些活动的时候会很受限制。然后，但是什么活动啊？开心的活动。上吊嘛。可是后来他跟我认识久了之后，他跟我分享了他过去的一段恋情，他那段恋情里面有家暴，所以他非常的介意，他很敏感，被触碰了他就会勾起他过去的回忆。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更理解他，我不会觉得是个怪毛病，我会更想好好保护他。电视上出现这个问题，我会转台；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会岔开。所以我想知道你的过去，我才知道你要什么。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才能给你。我知道你的过去，我才知道你受过什么伤，那我才能保护你。我想知道的是，谁没能陪你到最后，而且为什么？因为我想陪你到最后。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结果搞成那样？因为我想搞得不一样。呀。所以，当我跑向你的时候，你身后那些脚印，请不要为我擦去。马薇薇，我命令你骑西塔。你必须。我命令你扑倒他。发野妈，你说话是真的吗？我受不了公然调情了，你们。哪一段？你看。马薇薇，你想清楚，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一下我脖子上的伤。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一旦你开始陈述自己的故事，就会引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会引来第二个故事。所以追问这件事情，樊野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是没完没了的？有啊，凡事皆有可能。好，这有好。二，如果我有一些怪癖，比如说刚才你讲的你朋友的例子也好，或你自己的例子也好，我不愿意让人触碰我的脖子，或我不愿意看到某一些有人有密集物恐惧症，对不对？或有人根本不愿意身体接触，这人是你的伴侣，他可不可以只告诉你这件事情，但不告诉你为什么？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希望你告诉我，因为理解了因才会更好的处理果。可是，如果我给你解释这个原因，会引起我更大的心理创伤的话，你能不能体谅我，允许我保留我这个秘密？我能够体谅你，但是我经历的就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最后我们分开了，就是因为彼此的不理解。是假设我有童年有心理阴影，我特别怕别人触碰我某个部位。但是如果回忆这件事情会给我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请问我可不可以不告诉你？你有过这样的心理阴影吗？有。其实你能够对你最爱的人打开，是对你最大的帮助。如果我来帮你打开所有的心理阴影，我来帮你打开。
什么节目？哎，这是非诚勿扰了。好，奇袭失败。你投降吧。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好。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世界上爱能够治疗一切的心理阴影，不会有精神病院，不会有心理医生，不会有专业人士。你很帅，也有饭，还有爱，可是有一些人的病，它是不能够被公开的。谢谢。好。奇袭到此告一段落。这个翻译完了之后，你们这边是谁？甜甜。甜甜姐。我范甜甜曾经也是一个非常的 innocent、naive、innocent、beautiful、very adorable girl。无辜，对吧？幼稚，非常可爱、非常单纯的女孩子。我也受过对方这样的一个欺骗，因为爱。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坦白要把过去全部说出来。哎呀，我想有道理啊，乍听一下是不是？我都已经跟你相爱了，我不告诉你，感觉我在欺骗你啊，对不对？我得要告诉你。好了，我就傻了嘛，叽里呱啦的就把自己的过去一股脑的全部说出来了。结局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讲出一个结局来，都是好的结局。乍一听啊，从此之后，我男朋友的脑子里边把这个假想敌开始一个具象化了。他原来只是猜测，可能范甜甜过去有过一点什么恋情，对吧？他现在突然现在这个人有名字了，这个人有长相了，这人头发是长是短，穿什么衣服，他全有了啊，他全部都有了。他平时穿什么牌子衣服，跟你出去吃什么饭，他全都有了啊。哎呦，今天跟你出去吃顿饭，哟，上面男朋友带你去吃过吧？啊，那我们不去这家，去那家。我就不相信我挑的饭馆没他挑的好吃。从此我就活在地狱的深渊里面，你们知不知道？在干一些爱情的世界里边必须要干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自动的就出现了一张什么呢？叫对比的表格，你知不知道？所以说这件事情很简单，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当你把你的情史告诉你的男朋友之后，他就开始一切都开始做对比，是不是？而且呢，啊，发生这件事情后，我心里暗暗的有点悲伤。竟然会很多的女孩子都会上当受骗。我告诉你一个解决方案，不是没有解的，这是一切是有解的啊！就像对方刚刚说了，哎呀，我们过去情史只要多就是脏啊，过去只要男朋友什么什么就是烂。你们想过有一次我们是所托非人，是不是？我不希望这下面你这个你还是非人，我希望遇到一个好人。告诉你们解决方案，当我碰到男朋友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遇到你的这一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新的开始。我愿意为你变成一张白纸。你太人工智能了。对呀，这是因为什么？这恰恰才是因为爱。还有一点什么？我不想剥夺他爱我的权利。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只要我告诉对方我的所有的恋情之后，我剥夺他所有跟我的恋爱中的。第一，你肯定跟别人一起去这个有张旧船票去黄浦江上看过夜景吧？坐在人家自行车后面兜过风吧？当你的新的男朋友知道你跟别人过去做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他每次做的时候不但有对比，而且剥夺他所有的快乐。我今天是张白纸，哥哥，你无论在我身上做任何事，我都是第一次，我无比的快乐。做得好，做得不好，我都不介意，因为我没有经验，我不懂。好，哥哥，我还是一个 innocent、adorable、非常 naive 的 girl。不对，这个有语病。我告诉你啊，你要跟对方讲，我也有站在你这边，不该坦白了。你应该说前线，但是后方。宪哥，你考虑一下这个现场的具体情况，小心前门拒虎，后门难防人。齐溪是吗？齐溪。哦，陈明儿啊！哎 ，innocent， 啥衣服呀 ？Oh my goodness！ 哥哥，你老婆的微信我也是很清楚的，来吧。这么想知道我的情史，放马过来。就很简单了，其实就一句话了，就他刚才最后已经说了嘛，如果后面人会再问，他会怎么讲啊？而且已经用第一人称把他都讲了一遍嘛。我刚才很有代入感，我这只有一个问题，
你猜我信不信？我当然知道你不信了，但是我至少有一颗骗你的心，说明什么问题？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爱超越了你对我的爱。还有你想告诉我的东西，你也问我想不想听啊？我刚才很有在听，就是甜甜姐在前面讲的内容了，她足够劲爆，但是有些离题。哦，哎，因为她谈的是该不该向恋人袒露，而不是没有，我告诉你，我阐述什么概念？我告诉你，这个叫做虚妄的美好和残酷的现实。OK， 好。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可以。有的时候现实是很残忍的。我很理解，就是你作为女性这个视角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也跟你分享一下男人的视角中一时的那种开心和一世的幸福的轻重。很简单，我刚才有认真在听他前面所有的事例，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其实所有的痛苦是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4个字，叫所托非人。你遇错了人，你讲不讲都是伤。他喜欢比较，你知道吗？你讲他有 Excel， 你没有讲，他会虚拟出1万张 Excel。但他至少没有具象化啊。他爱比，你讲不讲他都爱比。你讲他跟一个人比，你不讲他跟他心中无数个对象比。哦，那你想太多了。所以真的好，因为是我奇袭嘛，所以我需要提个问题啊。好，假设我现在要追你啊，假设出来一个你心仪的男生，他要追你，然后你对他也很有好感。假设跟是我，作为男生有时候就会聊到这句，就说你有没有谈过恋爱？猜。说得太好了，知道吗？爱情当中最伤人的那笔剑，名字就叫猜忌。因为你只要不坦白，你不要帮我下定论。不，我没有给你下定论，我还没说完，你猜之后。好，那你请讲。说完你猜之后，我告诉你，只要跟我谈了恋爱以后，我这口深井冰让你慢慢挖掘，每一天一点点。对。好。之后你就会每一天都很有乐趣。但我还是想知道一个问题。陈明老师老婆，对不起啊。没有。但是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你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嘛？这个事情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能还是不能呢？你是这样追问我吗？你对我是不信任吗？你为什么这样问我这么多问题呢？过去事情那么重要吗？难道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恋情吗？毫不影响啊！会。对以后我的爱情有任何影响吗？有。你爱我，我爱你，这就够了。OK。知道这么多。非常精彩。你知道吗？刚才甜甜讲的这一段，跟花溪刚才讲的这一段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一段山盟海誓。这段对白在告白的时候会无比的震撼人心，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都会被化掉了，我在那一瞬间都忘了我要追问他，这一点都不影响在未来的无数个夜晚，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告诉我？因为好，奇迹结束，谢谢。奇袭结束，胜负难分啊！好在我们后期有一大堆精神分析方面的专家，让他们去给你们分个胜负啊！好，那现在应该是正方的第3个人陈明阐述观点，谢谢。其实今天前面聊的过程当中呢，对方一直在一个很狂热的状态当中，那个状态跟爱情很像，但是跟过日子有很大的差别。对方刚才的过程当中有表白的演绎，有特别深情的告白。任何一个人的心门在那一瞬间都会被打动。我们今天谈的是恋爱想要长久走下去应该做的事情。花絮，你刚才说的一直都是你不要问，一个人不要问，并不代表另外一个人不要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说我不问，我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真爱，你会告诉我的。我们今天谈的是该坦白还是不该坦白，我们的视角在这边，不是问的那一边，是我要不要说的问题。好。那就会遇到刚才跟甜甜姐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有，比如说我要谈个恋爱了，我的恋爱客户问我，那你有没有谈过恋爱？现在我在心里跟我自己讲，不，我不该坦白，我不该坦白。我就只有2个选择，因为我不该坦白，我一定不能说真话，那我怎么办？要么说假话，要么不说话，没错吧？这2件事情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不说话，我就沉默，那你谈过恋爱几次恋爱呢？你到底谈过几次恋爱呢？不对 ，Sorry。I'm nothing to say 。好 ，OK， 然后接下来马上跟花溪那一段独白会非常浪漫，现场效果会非常棒。你不要在意我的过去了，我爱的就是你现在，你现在爱我的现在，走，推倒，搞定。这觉睡完了，醒来他会在心里问自己：是昨天晚上是很开心，可是你为什么当时不说话？这是一个萦绕在所有恋人一生永远无法消解的问题，你知道吗？沉默换来就是猜忌，而爱情最坚定的基石就是信任。我们今天不谈爱情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谈对爱情最大刺伤的动力源于哪里？对爱情最大的伤害就源于不信任。今天你沉默换来的是不信任，爱情崩溃。好，如果像刚才甜甜姐说的第2件事情，
他可以不沉默，但他可以说假话。他刚才讲了一段假话，听起来很酷炫，因为那一瞬间我是没有办法分辨的。但是，你知道爱情中一旦出现了欺骗，后果是什么？是所有的谎言一个就需要用一生来弥补。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你可以删掉朋友圈上所有的照片，可是你删不掉你朋友所在的圈子关于你前任的所有记忆。如果你朋友身边的所有朋友对你之前的男女朋友都没有任何记忆，那不叫恋爱，那叫偷情。恋爱是正事，是要出来吃饭的，是要出来跟自己的圈子交往的。你跟他交往，你不跟他圈子交往，你跟他圈子交往，记得我们这个前面的小品里出现的情况吗？永远会在那样一个午后，你碰到所有这辈子你都不想碰到的人，听到你所有不想听到的话，遇到你不想碰到的事，你该怎么办？你的恋人心中只有一个问题：你骗了我。如果这件事情你可以骗我，其他事情有没有可以骗我？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骗我们的爱情在哪里？你为什么要骗我？动机，这是最刺伤人的那柄剑。你好好的告诉我嘛，你当初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沉默换来的是杀伤，信任没了；你欺骗换来的是更痛的杀伤，信任更没了，何必呢？何苦呢？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在开始之前，当你的恋人问你，你到底谈过多少段，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给他讲清楚喽。我之前有这么几个女朋友，或者这么几个男朋友，他们都做过了哪些事，跟我有那样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记得繁衍那一段吗？如果你爱我，并爱我的一切，爱我的过去，爱我现在的样子，以及现在样子的原因，请接受我的一切。如果你不爱我，尽早跟我讲，我也可以接受，我会痛苦那么一时，但不会换来未来整个人生中无数个谎去圆当初那一个谎。我不希望在我80岁的时候，还在去圆一个18岁的时候撒的谎。我希望的是两个人把真真实实、坦坦诚诚的生命融合到一起，共同谱写出未来的爱情，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上方第3位。当年林徽因跟梁思成结婚的时候，梁思成问过林徽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只问一次，叫做为什么是我？因为他们的多角恋是很有名的。林徽因说了一句话：“你这个问题，我打算用一辈子去回答。”好，这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不对，这叫情话。它不能用真假来判断。你有没有发现，在刚才的2轮奇袭中，吃亏的都是我跟陈明这2个测谎仪。那2个回答的人都使用了色诱。好，一时可以用色诱，一生一生可以用情诱。什么意思？情诱就是说，我可能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甚至是一段略带虚构的历史。这不是真，也不是假。我之所以愿意那么做，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你。为什么？你说，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过去造就了现在的你，我怎么样做才能不犯前任犯的错误，才能比前任做得更好？好，如果我的前任是樊野，各位你们谁能比他长得更帅？周帅。那得花老么多钱了。所以你们发现了没有？每个人身上可以犯的错误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优缺点是不同的。你不要在现任身上去纠正在前任身上犯过的错误，他们2个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坦白情史这件事情不会使我们2个人变得更好，这是情话。好，紧接着第2点，是有一种更残忍的情况，是我的前任很渣，他不是很好，他是很渣，我在他身上受过很多伤，可能像樊野说的有过家暴，精神的、肉体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让我坦白情史，说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你可以治愈我，大哥，这相当于我身上有一个深入骨髓的伤口，然后你告诉我没关系，宝贝儿，你把它剖开，让我看看伤的有多深，让我了解一下你的病理结构，然后我再一针一针的给你缝上。
好不容易愈合的伤，我想忘了它。如果你真的爱我，你的那一点点猜忌，你不能忍吗？你愿意让我用再伤一次、再死一回，去抚平你的猜忌吗？我们每一次分手，那叫前任吗？不，那叫前世。我们中国人讲，我活了这一生，死的时候过桥的时候，要喝掉一碗孟婆汤，前尘皆忘，再入轮回，我才遇到了你。你何必让我醒过来？三生纠葛，几多痛楚，你一句爱，里面的姥姥，你一句爱，不足以使我不堕轮回。啊，好。我以为倩女幽魂、黑山老妖啊，真的是。我以为我在奇葩说已经见过不少场面，今天第一次变成鬼节目了。来，汪妮。OK，刚才薇薇姐讲了一个词叫前世，我想讲一个词叫前史。就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在故事之前发生的事情叫前史。电影里两个人物开始让你觉得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们俩开始交换前史。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开始，但你更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就能理解他的暴躁、他的温柔、他的槽点和他的泪点，甚至他的。我讲讲我的故事，我的现任是一个奇葩。我一直说服他来奇葩说，因为我们俩刚刚认识，我们俩 QQ 聊天认识的哈。然后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讲了2个小时，他跟我坦白他的情史。但是他把这故事讲完给我的时候，慢慢的我明白为什么会喜欢他，因为他真实。真实有的时候是让人不那么舒服的，但真实它是一个特别坚实的品质。真善美，真在最先，因为真实是不会动摇的。那个所谓的美可能是虚幻的，但真实是可以让我们相守一生的。谢谢。笑笑，我刚才听对面的那个观点，我就觉得都是情圣。我突然发现整场就一个禽兽，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我对我的现任我也要坦诚，但是我绝对不坦白，我要 PS 了之后再告诉他。你们懂什么意思吗？就比如说，分手是2个人的事情，我不可能完全一点过错都没有，咔咔讲我前任的坏话，我神经病啊！好，比如说我以前我爱泡吧，我爱喝酒，我会告诉他，他非要压抑我的天性。又比如说，我以前爱花钱，我就会告诉我的现任，他不准我经济独立。还有一种情况，我脾气不好，我就直接告诉他，我们2个性格不合，你们懂吗？这个时候你们告诉我，那你是不是骗他？这哪是骗他？我说的是实话，你一点语言的艺术都不懂啊！还有，我告诉你，如果这时候你们告诉我，你个禽兽，你凭什么去爱谁？年轻的时候都不是禽兽，你真以为自己有多干净？还有，我告诉大家，你们一张照片都要 PS 过后才敢给你的现任看，情史咔咔讲实话，傻呀！这边深情派的还有谁啊？对于刚才潇潇的那一句话，潇潇在前面说了很多我们 P 过的照片嘛，我就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我的老婆，我晚上睡觉看到她的时候是化过妆的样子，我第2天早上醒来看到了她已经妆都化好了，她始终在用了一张 P 过的脸面对着我。我永远看不到她真实的容颜，我丝毫感受不到你说的那种美，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恐惧，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是薇薇姐刚才讲的那个观点，我很感谢薇薇姐最后站在林徽因的角度，阐释了一个诗意唯美又像幻空一样的爱情观。我只有一句话：林徽因这辈子幸福吗？林徽因秉持着这样一生的价值观，她在后来回忆她整个人生的时候，她说她人生中最美的一个瞬间。是在当时的一个池塘边，夜间，他穿一袭白纱，举着一个蜡烛，走到了池塘边，然后对着蜡烛里的自己的倒影说：“天哪，这个女人真美。”她跟我真像。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坐到那边，你知道吗？林徽因看起来是她的爱情观，她所爱的只是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的男人对她的爱，才会有那一份对自己的封闭和对他人的无限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林徽因看起来美得那么清纯脱俗，
但是我们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却又不由得去质疑他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呢？之所以有这样的冲突，邦彦老师刚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是因为真和美的排序出了问题。唯美的情话听得过一时，听得过1个月，甚至能持续5到7年，真话才能踏踏实实的走一辈子。谢谢大家。华西说吧，华西先举手。好吧，你针对他吗？有，全场说了最多的2个字，一个是听，一个是说。我们好像在爱情里面越来越相信我们所听到的和我们所说出来的东西，而慢慢忽视了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那聋哑人怎么谈恋爱呢？你说爱情的毁灭者是信任，不，爱情的毁灭者是你只信任你听到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一生都在猜忌他不给你这个答案的原因，你就看不到他为你做出的那些隐忍。甜甜姐这样的性格，会为了爱你扮傻，我会为了你装天真，可是你看不到，你只想听那一个答案。像薇薇姐这样强势的女人，你看不到她的付出，你看不到她欺骗你，她自己心中的难过，你看不到她心中那种伤口慢慢深入骨髓的痛苦，你只想要那一个答案。你的爱情全部建立在听觉的基础上，可是爱情是眼耳鼻舌身意3魂6魄7窍全部要投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只相信你所听到的，我们就天天坐在高高的枕头旁边讲那过去的故事啊，何必还要出去一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呢？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在你的妻子难过的时候，你与其追问她你为什么今天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么难过，你不如给她泡杯红糖水，说不定只是来大姨妈了。所以，你男生少打2盘DOTA，多做出一些行动，而不是追问那一个答案，就是对女人最好的爱。这个答案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希望这个答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他批判他的前任，骂他前任是个王八蛋，你未来就有可能成为他王八蛋口中的一个。你如果夸你的前任，那么他就会觉得你余情未了。所以所有的答案不如你的行动来的实在。谢谢。30秒啊，所有的人只有30秒的语言啊。OK， 刚才花溪呢说得很好，但他说的是在比说和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比的是说还是不说，我们双方都做，但是我说你不说，这是区别。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对。我跟你讲啊，坦白或者不该坦白的意思是说都要说，但是你要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是这个意思。OK， 好吧，哪有人我问你一个是吧？这我不能说，那不能，这个是不是坦诚和坦白的区别？但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你们这一直就没有抓住这个点。周玄毅30秒，我只讲一个新的观点，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观点，我就一句话：如果我的前任是反野啊，不，对不对？你前任怎么会是反野？对呀，你把脖子给我看一下。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的女朋友的前任是反野，说实在的，她的存在本身就会构成一辈子对我心中的伤。这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如果想彻彻底底的说服我，她选择我是有道理的，她就得从某些极其隐秘的方式去诋毁反野。你们觉得哪条路是对的？周玄毅，你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谈恋爱的开始的瞬间就自杀，其他没有别的办法。周玄毅的女朋友的前任，不管是不是反野，只要反野存在的，周玄毅就已经受伤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谈不谈恋爱的没关系，你最好现在就一头撞死。3位，宪哥先开始，宪哥先开始。你的立场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不该坦白，不该坦白。连莎士比亚都觉得不该坦白。真的吗？说过。我因为他人不在，我代表他来说。莎士比亚在他的莎剧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2个人在的 La Combrasida， 就是化妆舞会里面，突然间看到一个女生，我爱死她的第一眼，虽然只是看到她的眼睛跟她的嘴型，我爱上她了。她讲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与全天下的男人为敌。记得这个是真正莎剧里面的，所以莎士比亚也是觉得这样。你对你的另一半坦白你的过去干嘛呢？当你告诉他这个事实以后，有一天你们吵架了，
肯定拿出来当做题材了吧？嗯，有没有？你看现场点头如捣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叫做什么善意的谎言。可是你现在讲的跟刚刚那个莎士比亚的有什么关系？我以全天下的男人为敌，因为爱情的世界里是容不下一颗沙的。对，它的原因是在这里。那跟与全天下男人为敌有什么关系？那更何况是一个男人嘛，一颗沙我都忍不住。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一旦爱上你，我就跟全天下的沙子为敌，就是对。来，对，他已经搅乱了耶，你不要听他的。好，没事。说明你看一下。还有一点，你们太自以为是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在那里犹豫，我要不要坦白还是不该坦白？你有没有考虑对方根本不想知道？对，不要告诉我，求求你！如果你爱我的话，难道连替我说谎的勇气都没有吗？你确定他一直是这种不想知道的模式吗？没有人会想知道的嘛，知道就是一个烦恼嘛。那就没得变了，太无聊了。我不听，你听，我不听，那没得变了。下一期把这个人换掉好不好？建哥真的是研读莎士比亚的一个专家，你知道吗？他知道悲剧全部都是满台死人做结束的，对，所以最后实在谈不过去的时候，砍了算了。我说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马上不该坦白到将近70%了，非常好，谢谢。好，到了蔡团长，你要挽回劣势的时候了。我看过一段话，他说：“当我爱上你的时候，你成为我最坚固的盔甲，可是你也成为我最脆弱的伤口。”爱一个人是把自己全部都交在对方的手里。他如果要保护你，他会成为你最坚固的盔甲；他如果要伤害你，你逃不掉的，你会痛得最深。我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不觉得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我认为那个是交战手册才会做的事情。我认为谈恋爱，我只有一个浪漫的想法，就是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我身上如果背负着重担，我希望你是那个我可以分担这个重担的人。如果我的过去是我的重担，我希望我能够放心的把它托付给你，跟我一起把它背下去。你背不动也好，你背了以后埋怨、嫌弃都好。可是我可以怀抱的这个愿望是，我希望你跟我分担这个我一个人背的好累的重担。所以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我的脆弱、我的空虚、我的疲倦，都可以在你这边得到休息。我不敢说该不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可是，如果连谈一场恋爱，我都得逼着我自己算好每一分每一寸，算好将来我再变成别人的前任的时候，他会不会把我的点点滴滴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如果要担心这么多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想一场交易，而不是谈一个恋爱。谢谢。对不起啊，我这个时候不应该插话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狂野的人，但是我内心呢，真的住了一个古人。坦白这件事情，在20几年前伤害过我，是对方的坦白。我以为我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上20几年后，这个坦白的伤害依旧在。利刀伤人，恨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坦白的话，它或许不是恶语，但是它比杀我的刀还要严厉的，所以不该坦白。不好意思，虽然是亲兄弟，我们还是明算账。谁跟你亲兄弟？金姐，虽然今天我站在反方，不该坦白，但是我要说一句话，你说我传统吧，我从小到大谈了这么多男人，我每次我都坦白的。今天我选的这个反方，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不坦白。我想给我自己找个理由，因为我从来没在不坦白上站过，我从来没有不坦白过，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站这个位置上，感受一下不坦白是什么感受。但是我想说一下，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每次都坦白，为什么呢？这样我心里不累。
我就这样子。再给你举个最具象的例子，做了女人以后，我在欧洲，我要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那么多人追我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曾经是什么什么，现在什么什么？你想跟我谈恋爱，想跟我约会吗？想好了。”这样每次所有的发挥，我喝进去那杯酒，我抽那根雪茄，我看的风景是我踏踏实实的。我不希望他因为紧张破坏了我的情感，破坏那个氛围。所以说，在我的情史过程中，我想说，我都是坦白的，因为我落个坦然。这个坦然也支持了我一步所谓的你们喜欢的那个真。但是今天我想给我自己上一堂课，我站在反方，是因为我想感受一下，如果我不坦白是什么样子。先生追我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我全世界我是个最大的个 package。对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文化的男人，选择金星在一起是个大的包裹。我说你想好了，我的故事太多了。他说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他说我现在认识你了，我们俩的拉着手是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他说你有你的过去，我慢慢去自己去感受，但我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奇葩说？你知道吗？最主要就是要 big data 大数据。对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嘛，你到最后你不合理，你再唠一句英文，我今天就不录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I see, I know it， 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真理是越辩越明啊，到最后我们变，把它逼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数字就出来。再来一句，它就是叫做大数据，是吧？刚才宪哥在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说叫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在所有的辩论节目当中可能都有效，但恰恰在奇葩说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奇葩说这个现场追求的是一个混沌的感觉，我们把那个感觉传达给人的时候，这个感觉在你心中引起的波澜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清晰并不是奇葩说的追求。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奇葩说一直在谈很多谈恋爱的话题，好像我们坐在这人每天不干别的，人是感情，全都谈恋爱啊，对，这个一帮禽兽的这种感觉。是。但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那么多的情感？第一，它跟每一个人有关，容易把每个人带进去。第二，它是一些万万千千说不尽的话题。我今天在所有的反方里面，我听到潇潇的一句话，我觉得哎呀打中我，至少可以让我坚定的支持他的观点，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说，坦白不是坦诚。其实正方秉持的也是这个，你非要问我，我就坦白，但是你非要问吗？所以其实在这一点双方是一致的。这一点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爱情和恋爱的有效性。康永哥说，恋爱不是做生意，即便不是做生意，它背后也有经济学和效率在起作用，所以才叫做经营你的爱情嘛。是这样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谈恋爱呢？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需要是好好恋爱。恋爱到一定程度，再好好恋爱，也许结婚生孩子，因为只有好好恋爱进行下去，才有一生所谓的幸福。这是我们最大的追求。那当这个是目的的时候，坦诚和坦白之间的进退取舍，目的只有一个，是好好恋爱。如果你需要我好好恋爱，需要我完全坦白才能好好恋爱，这就是正方的观点，我就告诉你。如果反方观点就是，如果你需要我坦诚，咱们能够好好恋爱，而不必坦白，那咱们就好好恋爱。说得真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说得真好。其实正反双方都恰恰是，至少我们没有清晰的看到这一个点的交锋。因为我们的题目很简单，坦白。白就是所有颜色都没有，就是所有东西和盘托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这个地方拆开。说实话，我不觉得蔡康永老师是一个会在生活中站在这个立场的人，因为他的人生智慧绝对支撑他要在坦诚和坦白之间去寻求最大的平衡点，以换来好好恋爱。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您请说。你这
上请用英文问我。 OK， 好，马大哥，你目前是处于坦白还是不该坦白的情况当中？非常好现实生活中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坦诚。我的人生境界只能做到坦诚，我无力做到坦白。这个答案所以，我们才有了与众不同的人，就是金星金姐，是我们高山仰止的人。我们是一个凡人，我们做到坦诚已经很难了。是。